这次中美两国在韩国谈完了，媒体爆出来的消息，是不是让大家有点蒙圈啊？好多关键点都没说清楚，这关税怎么谈了半天还是47%呀？所以说这前因后果吧，都得仔仔细细的捋一遍，你才能豁然开朗。我仔细翻了翻两边发的官方消息啊，一个是咱们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另一个呢是老黄毛他们那边的说法。下面呢就试着给大家唠明白说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 deal 啊？就先把核心结论说在前头啊，这次谈成的可不是单方面的谁让步，这回是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的对等交易，几乎每一项都卡得死死的。第一个关键交换就是美国答应暂停那个50%的穿透性规则1年，作为回报呢，中国也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1年。这个50%的穿透性规则，那可不是听完了嘲笑他一把就拉倒了的小事儿啊！它是美国9月29号扔出来的一个大招。简单说吧，就是能让被美国封杀的中国公司数量一下暴增14倍，从1400家冲到2万多家，这才是之前中国为什么要用稀土来反制的根本原因啊！顺嘴说一句啊，荷兰安氏半导体那事儿，就是美国拿着这个50%规则私底下逼着荷兰那么干的。这荷兰的临时政府，他们真敢言听计从啊！那现在好了，美国把这条暂停了，咱们的稀土措施呢也相应暂停，这一回合算是扯平了。可是你们两位大哥吵完了又勾肩搭背了，你让荷兰我这个做小弟干脏活的怎么想啊？哎，春建国，侬不要参加好讲这个了。然后就是最让人懵逼的关税问题了。老黄毛到处嚷嚷着说整体关税降到47%，听起来好像他还是收着很高的税，是吧？但咱得算算这笔账啊。在他这届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对华关税加权平均其实已经挺高的了，是20.7%。他上台后呢，先搞了个所谓的芬太尼关税，就又加了20%，这样加起来就超过40%了呀。然后到了他所谓的解放日，他又宣布加征34%的对等关税。那后来我们反击嘛，他又加码，我们反加码，他再加码。最高峰的时候，光是他自己搞的这些新关税，就能让总税率冲到接近165%。那这么一对比，你再看现在这个47%的总税率是怎么来的呀？首先，他第二次上台前原来就有的20.7%还在。其次呢，他昨天把芬太尼关税从20%砍掉了一半，变成10%了。最后他那个什么解放日的对等关税，遭到我们的强硬反制，各种谈判拉扯之后，是暂停的暂停，延期的延期啊。其实相当于从最高点，现在被他大幅降到了差不多只有16%了。这么一算，20.7%加上10%，再加这个16%，是不是差不多就是47%啊？就是说这次谈判，咱们硬是把他那个吓人的解放日关税从最高位的100%多给谈到了16%左右，让咱们的关税水平啊，跟欧盟啊、韩国啊他们的大概15%吧，差不多站在了一条线上。那咱们之前说的加到100%以上就不再加了的报复性关税，也就相应暂停了嘛。这算是第二局扯平了吧？还有就是海上运输这块，也是一模一样的套路。美国本来要对中国造的船、中国的航运公司啊收巨额的港口费，就是那个301调查嘛。现在他们也同意暂停这事儿1年了。那咱们中国之前作为反击，宣布要对美国船只收额外港口费的措施，自然也相应的暂停1年。你看，又是一组完美的镜像操作吧。其他的还有一些呢，就什么 TikTok 问题啊，咱们商务部的说法是双方同意妥善解决。这话听着就很有外交艺术嘛，说明还在谈，但有了积极的意向。农产品方面呢，老黄毛说中国会买巨量大豆，咱们商务部说双方同意扩大农产品贸易，基本意味着中国要恢复买美国大豆了啊，这对美国的农场主们是个好消息嘛。另外双方也同意搞禁毒合作，主要是芬太尼这方面的。最后呢，还定了个未来要见面的计划啊。老黄毛呢说是明年4月要来中国访问，这说明两边都觉着这关系能稳一阵子，够他们再见几次面聊聊天的。总的看下来，这次谈成的结果跟老黄毛第一任期的那个第一阶段协议就完全不是一个味儿了。
那时候更像是美国开出单子，我们照单全收啊。比如多买点美国货，改自己的经济规则呀什么的，美国还在旁边盯着看你做没做到。现在呢，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架势啊！你暂停一个制裁，我就暂停一个反制；你降点关税啊，我也给出相应的回应。谁也不占谁太大便宜，谁也别想指挥谁。这说明中美这两个大国在经过这么多轮交手之后，终于不得不承认，谁也打不垮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着在磕磕碰碰当中共存，得一起摸索。摸索什么？就是怎么在这个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里好好相处啊！咱们村长在会谈开头不是说了吗？中美关系是艘巨轮，现在风和浪都还在呢，但至少掌舵的两位现在都得明白，大家怎么着都算是在同一条船上啊，得一块想办法让它平稳开下去，别真撞上了什么冰山啊、暗礁啊，真出点什么大事儿。就没听咱们葛大爷早就说过了吗？有这个必要吗？啊？